末代皇帝通常与昏君画等号，但有一个例外，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崇祯却受到许多人的同情，甚至是赞扬。按照崇祯朝状元郎吴伟业所著《随寇纪略》所记，崇祯帝俊朗聪明，文武兼修，而且难得的是没有不良嗜好。这样一位面板堪称完美的皇帝，怎么在实际评测中就成了亡国之君了呢？前几天的4月25日是崇祯吊死在歪脖子树上380周年纪念，正好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1627年，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17岁受遗命继承皇位。即位初年，他为了节省国库的开支，便下令大幅度地裁撤边防驿站，免除关税。他带领着全国百姓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勤俭节约的大运动。作为倡导人和带领人，崇祯皇帝起到了很大的带头作用。衣服破了舍不得换新的，让宫女缝补一下接着穿，以至于有一天他在听讲官讲书时，觉得内衣的袖子破损不堪，有损颜面，便不得不时不时的要将袖子塞回去掩饰一下。皇帝一般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喝的琼浆玉液，崇祯皇帝却是家常便饭，十分简朴。但就是这样一位事事从简的皇帝，私藏的金银数目却是非常惊人。1644年正月，李自成起兵后，在西安建立了政权，随后便有无数百姓蜂拥而至，不多时他便召集了100万人马。李自成带着这100万大军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后，进逼北京。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崇帝慌了手脚。他当时赶忙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等户部、兵部的要员们，商量如何将关外的吴三桂调入关内。当时面对崇祯帝的恐慌，吴襄先给他算了一笔军费账，如果要调吴三桂入京来保卫京城安全，就需要100万两白银作为军费。但国库空虚，账面上显示的银子只有区40万两，远远低于需求，所以他恳请崇祯帝慷慨解囊，从自己的小金库拿出部分银子，当作军费，以解燃眉之急。但令所有大臣没有想到的是，崇祯帝居然拒绝了这个请求。他宁愿将自己的私房钱藏起来，也不愿意拿出来去做护国护家的大事。当时满朝文武全都上书恳求，希望崇祯帝拿出自己的黄银内帑以充军饷，但崇祯帝却向大臣们哭穷道：内帑业已用尽。黄银内帑也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军饷之急迫在眉睫，但国库没钱，崇祯帝又不愿意自己掏钱，他想让大臣们出这笔钱。崇祯帝打算号召大臣们为这次战役募捐，他自然知道大臣们肯定也不会慷慨出资，为了起到表率作用，他决定率先做好榜样。于是他派了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他捐10万两白银，以示皇室的慷慨。但没想到的是，这位岳父看到女婿的危难，却也不肯伸出援手，声称自己没有钱，两相僵持不下。太监徐高站出来说道：老皇亲如此比吝，朝鲜洒尽画八庭，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使广蓄多产，后来何意？一个太监都明白朝廷危难近在眼前，作为皇帝的岳父应当勇敢承担起责任来，这不但是为了皇帝解围，也是为了天下大事。一旦起义军攻入，即便有再多的银两，也是于事无补，还不是会落入起义军的腰包。话说至此，无奈的周奎只好答应拿出1万两银子。皇帝岳丈既已捐钱，其他人也不好意思不掏腰包了，于是各家都拿出几百几千两来用作军饷。不过虽然这军饷东拼西凑的凑了一些，但吴三桂却迟迟没有来解救崇祯帝，反而做了清廷的内应，令大明王朝颠覆于一夜之间。当然这都是后话，单说这崇祯帝失去江山后，李自成攻占了北京，他从崇帝的宫内搜出了许多白银，这些白银的具体数额在工部员外郎管理节生库的赵世锦的《甲申记事》一书中曾有提到过。贼宰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文字万历8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3000余万两，金150万两。就这样，为了节省银两而丢掉了无法用银子估计的江山。但崇祯帝甚至在明朝灭亡前，还对着文武百官感伤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我待你们不薄，如今你们却没一个追随我。
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帝想不通为何自己对待旁人也不算薄情，却聚拢不到人心，或许从他藏私房钱这件事情就可以窥得一二吧。毫无疑问，崇祯有着非常多的性格缺陷，诸如敏感多疑、不信任大臣、优柔寡断、极度吝啬等等，这些性格则进一步加速了大明的灭亡。为什么崇祯会从天启帝口中的无地为尧舜变成这样一个性格有缺陷的人呢？每一个性格缺陷者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不幸的原生家庭。因为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有人却用一生来治愈童年。不幸的是，崇祯皇帝是后者，而在那个乱世，这样的性格可能注定了崇祯在煤山上吊的悲惨命运。那我们来简单看看崇祯是为何用一生来治愈童年的。首先，崇祯的父亲太昌帝朱常洛从一生下来就不被他爷爷万历所喜欢，最后虽然被封为太子，但生活仍旧非常压抑。崇祯出生时，他前面已经有了4个哥哥，但活到成年的只有他大哥天启皇帝。身为太子的父亲都生活压抑，更不用说仅仅作为第5子的小崇祯。崇祯的母亲出身一般，加上不争宠，于是朱常洛疏远，甚至经常训斥崇祯母亲。于是在崇祯5岁多的时候，郁郁寡欢的母亲凄惨离世。可怜的小崇祯基本就没怎么享受过母爱，更无法感受到寻常人家的亲情和温暖。于是这就造成了崇祯帝冷漠的一面。他没有被人爱过，自然就无法爱别人。这也是为什么崇祯帝对身边的大臣和守边关的将领刻薄寡情的原因。小崇祯没有享受过母爱，所以他非常思念他的母亲，又因为他当时身份不尊贵，所以只能让身边人带他去祭奠母亲。父亲不疼，母亲早逝，倍感孤独的小崇祯对母亲有着无尽的思念，以至于刚当上皇帝的崇祯立即将母亲陵墓迁到太昌帝的庆陵，追加太后之名，并且找人画母亲画像放于乾清宫，甚至在他刚看见母亲画像时抱头痛哭。因为对母亲无尽的思念导致的心情抑郁，造就了小崇祯感伤、极其敏感的一面。所以崇祯帝但凡听到什么风吹草动，都不会轻易放过，于是这就决定了袁崇焕的下场。在小崇祯6岁的时候，和2个哥哥陪着父亲上早朝，亲眼目睹了一个案件的背锅人在朝堂上被打得半死。这是他初次接触朝堂政务，就遇到了这个让他一生都忘不了的场景。从小在皇宫长大的崇祯，被动地见到太多的宫廷内斗、政治阴谋，导致他对这个朝堂有着深深的恐惧感。他害怕政治，所以导致了他性格多疑多变，极度缺乏信任感、安全感。所以崇祯帝即位后不信任任何人，无论身边人还是守关将士，他害怕别人起来害他，所以经常更换身边人和边关将领，连选内阁人员都要抽签，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不再害怕他的臣子们背叛他的可能性。于是经常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出色将领突然被调动到边关对阵满清，同样边关将领突然调去镇压农民起义，这使得两边战事都越来越乱。崇祯的好大哥天启皇帝放权魏忠贤，9000岁魏忠贤权倾朝野后，小崇祯目睹到了那些饱读诗书、铁骨铮铮的大臣，嘴上说着要让国家富强，要为人民除害，实际上却争相要成为9000岁的儿子、孙子。全国范围内为9000岁建祠堂，甚至有人提出来让9000岁进国子监，让天下学子供奉魏忠贤和孔子。小崇祯就这样冷眼旁观着他们老朱家的大明王朝的烂和荒诞，本以为这一切和他无关，好大哥的突然离世让他登上帝位。于是崇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魏忠贤的阉党，就是挖地3尺也要把所有的阉党全部清除，到后来已经是宁可错杀3000，也不让一名阉党漏网。这就让朝堂党争愈演愈烈，只顾党争而不为国家做事。同时魏忠贤把持朝政时，小崇祯见到了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下意识地对百姓们充满着怜悯，以至于后来的农民起义，崇祯多次有机会权奸这些人，却自责地说因为自己没做好本职工作，让他们无奈起义，于是多次放他们一路，也就有了后来的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少年的崇祯因为不受宠，
同时他爷爷万历皇帝把国库挥霍得干干净净，基本没有过上奢侈的皇族生活，甚至被封为信王的时候，用的信王府还是以前别人居住过的王府。而少年老成的崇祯多次体谅皇兄和朝廷的难处，封赏能不要就不要，多次委屈自己，所以崇祯就有了吝啬、视财如命的缺陷。当崇祯即位后，基本不会动用他自己私人的金库。当朝廷打仗没有军费，需要钱的时候，但凡有人提出想暂时用一下他的小金库，他立刻面露不悦，甚至出言训斥。于是当大臣提出继续向百姓征税来当军费，崇祯虽然心疼百姓，但也内心安慰自己，苦一苦百姓，等把这阵子艰难时期度过，我中兴王朝，让我的子民生活质量提高。只不过当时百姓本来就水深火热，继续加税的后果就是李自成、张献忠这类的农民起义，一呼百应，最后灭了大明。出身皇族的崇祯，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认为自己做出的所有决策都是英明果断的，这是崇祯自以为是的一面。同时少年时期缺少的亲情和母爱，以及长期的孤独落寞，让崇祯患得患失，敏感多疑，又极其病态的自尊固执。所以崇祯几乎对所有人都不信任，动不动就杀了他所认为可疑的大臣、边疆，甚至身边的太监。做决策时优柔寡断，什么都想要，功劳想要，却极度推卸责任给大臣，没有契约精神，经常出尔反尔，和大臣及满清定的协议说不认就不认。于是崇祯身边的人，无论是太监还是大臣，都人人自危。当李自成农民军3月17日兵临北京城时，守城将领和太监想的不是抵抗，而是开城投降。于是19日北京城就被李自成拿下了。崇祯帝听到城破的消息后震惊了一会，说17日刚到城下，19日就攻破了帝国首都，局势急转直下。此时的崇祯想跑，却已经错失了机会，最后只得践行了他们老朱家天子守国门的信念，吊死在紫禁城后的梅山树上，身边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陪伴。据说生前的遗书写着文臣误我，但真的细究下来，其实是性格决定了命运。